各位早安，今天幼仔的目标要去佐原，因为之前我看一些网络上推荐的影片，它在东京的附近，东京车站的附近，然后它的风景好像就美如画吧，有点像古色古香的感觉。所以今天幼仔的目标就是准备要去佐原，不过我第一站应该会先去千叶。哇！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早上的东京，哇，真的是大家都很赶哦，就像在作战一样。如果幼仔以后有机会来日本上班的话，可能早上就是像这样子吧，哦，很辛苦了。然后幼仔现在已经到千叶了，哇，真的是以前来东京都没有来过千叶这边过。迪士尼海洋好像就是千叶吧。可是那边感觉就是不算是千叶的市区，就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千叶车站西口附近这边，你看早上哦，车都空荡荡哦，真的是哦，好久没有在东京看到这种景象。然后代表说，千叶的人都早上都跑去东京市区那边都去那边上班了。啊，现在都10点了，竟然都没什么人车，哇，人蛮少见的。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千叶车站出来西口的全貌，它是长这样。然后刚来千叶最让我讶异的是这个，他们竟然有这个吊轨电车。我本来以为只有香兰那边才有而已，没想到都已经盖到千叶这里来了。仔细一看，真的还蛮酷的。我之前影片有讲过说，台湾的台缆可能未来就是要盖这一种，对啊。不过10年之后了吧。那我们走上来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有这个千叶港塔，已经看得到了。现在幼仔就是要去那边看看一下，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天空，还有前面这个步道，就会真的觉得，真的是有在千叶的感觉哦，比较多树叶。再继续往前走，已经可以看到千叶港塔了。哇，这样伫立一根站在那边，其实也是。也算蛮好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千叶港塔，哇，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壮观。如果你是亲身自己过来这边看的话，会觉得哇，会更有那种临场感就对了。它比较像那个，像台湾会看到那种保险公司的大楼啊，不然就是银行的大楼，然后这高配版嘛，就长得比较高的感觉。比较高的版本啊，还好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就四周又没有什么人，所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塔的真面目。近距离看也会感觉真的是还蛮高的。我把视角切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塔，如果你很会拍照的话，这边也可以拍出一些很美的照片。如果在台湾有这样子的景点，大家也会变成网红景点，就还不错。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千叶港，可以看到塔这边，再往那边看过去，就可以看到整个千叶港口的方向。不过因为时间因素，所以幼仔就不走那么远了，因为真的是在这边也是蛮耗体力的。然后要上去这座塔看风景，要从它下面这边有一个按内锁，应该是要从这边坐电梯上去吧。然后我们可以进来看里面，果然是有电梯可以坐上去的。
大人的话就420日币了。我们先坐上来了。我们现在跟着塔上升哦，可以看到这边好像是主打是看千叶的夜景吧，看那个工厂夜景。这个夜景我有在高雄看过类似的，其实工厂夜景其实也是蛮漂亮的。然后它这个也是有介绍风景哪边有什么。可以看到成田机场的话，它就是在左上角这个方向，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块啊。我们前面这边可能就是千叶县厅。再往右边看过去的话，可以看到青叶之森公园。离现在都比较远，就看不太清楚。然后在右边就是苏我那边的方向。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侧的展望台告示。然后左边就是苏我车站的方向。然后正前方那边可能就是东京电力千叶火力发电所，还有日本制铁所。然后再靠近右边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接近东京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东京湾那边的方向。这边好像看不太出什么所以然。然后这么高的地方，墙壁还可以粘虫。然后我们可以再往这边看过去。我看它的告示牌是写说天气好是可以看到富士山还有东京铁塔、晴空旁那边，就是东京都会区的东西。结果我现在看过去真的是，然后再看那个我上来，我刚从这边走过来的方向。就是从下面这边坐电梯上来的，这边有一个剧场，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千叶港。然后这边如果傍晚或晚上来的话，可以顺便看这里4元式的工厂夜景，感觉也很漂亮。工厂夜景真的其实也不错，那个灯光就照耀得很亮。所以其实也是说不难看。结果幼崽因为肚子太饿了，对，受不了诱惑吃这个塔下面的 buffet。然后可以看到幼崽点这样子，大概才1350日币吧。然后重点是它还可以吃到饱啦。因为如果你去东京那边随便吃的话，可能都1000多块，1300多块日币，可能大概只能吃到一个套餐吧，然后可能就吃个8分饱这样。然后这样应该也是算划算的。之后我们下来2楼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恋人的圣地，可以看到这边有写桂猷美，我还以为是桂猷美。然后就会看到很多恋人的便利贴啊，还有这个南京钥匙，爱的南京钥匙，叫很胖。这边还有一个椅子可以让我们坐，
刚还以为上面就逛完了，没想到下面还有。下来可以看到这个爱心，就跟那个 Google 评论上面的一些照片差不多。其实我觉得来这边的好处就是说，它上塔的价格还算便宜吧，420日元，420除以5的话，大概80-90块而已啊，真的算很便宜的。我上次去那个忘记是其他像一些大景点的都要400-500块，真的算便宜。所以刚这个千叶港塔它的夜景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反正它大概高度有大概113公尺吧，了不起大概150公尺以内。哇，真的上去塔好便宜哦。刚吃那一顿午餐，我也觉得还可以啊，就1350，算过来台币还不到300块吧。对啊，至少还可以，至少还是像buffet那样，而且小菜配菜啊，可以让你吃到饱。对啊，就不会说像有一些吃了800块、1000多的东西，结果还吃不饱，那就真的是很坑啊。然后幼仔准备做这个摩托类的，可以看到千叶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景点的，这边市区这边啊。不过今天时间因素，我要赶快去佐原了，所以就先去做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摩托类的啊，这一种的台湾还没有。可是可以看到它的柱子真的，占地面积，它占路的面积比较不会这么大，所以说台南的话，未来可能是可行吧。不过问题就是说台南的路还是很小啊，然后土质也不知道适不适合做这一种的。好，现在幼仔要来尝鲜了，来做这个千叶版的吊轨列车。像这种单轨列车坐起来真的也不会多可怕，主要就是它地板如果是做透明的话，你才会觉得稍微有点可怕。其实坐起来也是你会觉得跟一般的地铁差不多吧。然后幼仔现在已经到达千叶车站了，这边看起来就比较国际车站的感觉，有人有比较多的样子。接下来准备赶快去坐佐原的车了。我现在幼仔是到了成田车站，因为之后准备要去佐原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从千叶的车能不能直达佐原的，所以先坐来成田车站这边，再转车可能比较保险。然后应该有的人都是来日本都只去过成田机场，但是没有去过成田车站。然后这边就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就是长这样子。成田 Aki， 好，接下来幼仔准备要去佐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终于下车到达这个佐原车站了。真的是有够远的。可以看到这个佐原车站的真面目哇，就是长这样子，古色古香的感觉，还不错。附近这边好像蛮多高中生的，该不会是那个成田高中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乡下的路其实也是蛮干净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这边有一种来到台湾那个善化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个房子可能都矮矮的，然后道路也好像也有点像的感觉。然后柚子现在在前往佐原的观光闹区的途中，然后可以看到日本乡下的房子也是蛮干净的，可是这个路就是真的跟有一些建筑都让我想到，真的跟我们的一些乡镇啊，
的道路是真的有几分相似感。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哇，然后走到这边，哇，幼仔终于看到左园这个水乡的真面目了。说真的有柳树，然后又有河川。然后我有查 Google 地图，好像这个河川是柳川吧？我记得台湾也是有柳川啊，好像以前去台中有看过，可是记得印象不太深刻，然后又不太好看的感觉。现在应该是有改善了吧？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柳川是货真价实的柳川旁边就是日本的房子，然后就左右并排，然后一点透视过去，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很有意思，很有美感。然后再看另外一侧，那边也种有柳川，不过现在好像是秋天的关系吧，好像就柳川那个树叶看起来比较稀疏一点了，对啊。然后我们再继续逛下去好了。然后我们视角看到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船应该很多人也知道这边左园是可以坐船的，然后就是会通过这个小溪啊，然后河川就是到那个桥那边嘛，这样开过去嘛，然后要小心头被撞到这样。可是现在幼仔来的时间有点不太好，已经下午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开船，不然可能就是人数不够，可能不会开吧。反正就是加减来逛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柳树哇，真的很漂亮。如果你在春夏来的话，可能会长得更茂密。然后幼仔刚我去问过了，就说那个船好像他们开到3点半而已。然后可惜幼仔来已经3点40几分了啊。不过我是还好啦，就主要是可以让我省一笔钱也不错。然后而且今天搭船的人就感觉人好像游客也不多吧，所以你今天去搭船其实也不会多快乐的感觉。然后这边有地点给大家参考一下，幼仔正好是11月来，不然的话夏天那个时候你4点半之前来还坐得到船，然后大人坐要1300日元，差不多1300带260吧。对，然后幼仔刚好看到有人下船他们可是末班车的吧，真羡慕有做到要是我今天再早起个10分钟20分钟就好了。然后可以看到前面哇，那边就开始有一些瀑布流水。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今天幼仔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个松树？哇，这个是什么形状啊？天哪！又是一颗大香菇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有的人还在搭船呢，现在也不错。可以看一下左园两侧的房子，哇，真的还蛮有 feel 的。而且现在才4点多，它的街灯就已经亮起来了，就有点像让我们回到大正时期啊，不然就是日本那种古装剧的场景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桥下面还有鸭子在游，真的很可爱。然后再往旁边看，可以看到这一个桥，它是叫做木通桥啊 ，Toyohashi。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所以就简称叫木通桥。它是江户时代初期建造的。然后
后主要就是用来把灌溉用水的东岸到西岸这样子送，为了这样子传来传去吧，送来送去这样子制作出来的。对，大家有来左园的话，这个桥是一定要渡过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伊能忠敬纪念馆，应该是这一带这边左园这边的伟人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不过进去就是要门票，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河川的另外一侧，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幼崽今天应该会待到天黑吧，想看一下晚上的左园会是怎么样的风貌。然后我们再走过来，可以看到这边的运河风景也是蛮不错的，可惜就是前面那一个红白色那个电波塔吧，是电线杆。就是它比较碍眼之外，不然它整个河流是一个弯，是有一个像 S 型这样，真是弯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鸭子，非常的可爱啊。现在已经傍晚了，可能它们都已经懒得游了，所以在岸边休息。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的画面看过去，也是非常的美。其实左园，像我今天来待到傍晚，其实也不错。虽然说旁边的店家有的都没有开了，而且人潮也比较少，不过相对比较好拍照。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水面，它这个会把上面那个灯倒映下来，就让我想到我之后未来可能会去小樽运河那边。就还蛮期待可以看到小樽运河的样子，可能也会跟这个有点类似哦。我可以看到中间还有一只大白鹅在游泳。然后现在天色越来越暗哦，可以看到左园的黄昏真的还蛮漂亮的。又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天气就是这样子，真的。所以像幼崽今天来的日子是星期四，平日的左园如果没什么客人，可能就会像这样。然后可以看到成群的鸭子。然后日本的秋天大概5点多就天黑了，可以看到晚上的左园很漂亮。可惜我的相机录影的关系，还有噪点还蛮多的。不过大家就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就是没有噪点的样子，就会很漂亮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的街道的店家几乎都没什么开啊。不过其实也是蛮惬意的像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怕人挤人，然后晚上在这边散步，其实也是某一种浪漫。不过待会幼崽还是要赶去坐火车。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早进来看到左园的画面的样子。现在天黑就是像这样，只剩下路灯，然后水面是比较看不清楚。不过水面会映照出那个路灯呢，就其实也是会拍照的话，也可以拍出另外一种美感。真的空无一人。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有拍到那个 S 型湾的那一个河川，可以看到两侧的路灯映照在水上，真的是别有美感。然后现场看的话，其实像天空会更暗，因为这个手机拍的嘛，就跟它
极限就这样子。所以的话，如果像你是平日来佐原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待到傍晚再回去，因为真的它夜景也不会太难看。不过我会建议，就是说要来佐原的话，还是坐巴士可能会比较快。像幼仔今天的话，可能就是先跑千叶嘛，然后再坐到成田，然后再到佐原，就是有点算绕一点弯路的感觉。然后刚幼仔晚餐是吃这一家，哇，它的炒那个拉面跟炒饭啊，加起来才900日币而已，其实还算划算啊，不会太贵。可能因为这边佐原算偏乡地区吧。然后我看它饺子卖400日币，400日币大概90元台币吧。然后他说400日币有6个。对啊，就其实都算比较算在日本这边呢算比较便宜了，真的。虽然说幼仔有吃过更便宜的，就是270日币，然后6个饺子，哇，那真的是还蛮爽的。然后像幼仔今天的影片就即将要结束了，然后这次佐原的话，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平日或淡季来佐原呢，真的是那佐原的路上车真的很多，那因为他们那个车子好像因为就可能就没什么人吧，他们就没有限制那个步道只能行人走，然后整个步道就是经常都有那种轿车经过，所以你就要走的时候就要小心。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如果是女生一个人的话，就尽量也不要在那边自己走啊，因为真的晚上还蛮暗的。然后像幼仔今天的影片就即将结束了。然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然后就是喜欢我的影片的人都可以订阅跟开启小铃铛，然后就对影片有心得也欢迎留言。好，那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